这个清洁工偶然发现一名女孩正在为全国舞蹈大赛挑选着合适的舞伴，可前来的应征者不是舞技略显生涩，就是体格太过单薄，甚至连最基本的托举动作都显得力不从心。尽管面试者不少，可一番测试下来，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关。而望着女孩失落的模样，泰勒突然径直地朝着女孩走来。I'll do it. You wanna lift me? Are you kidding? Does it look like I'm kidding? 然而安娜并不相信他，只以为他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而编造的鬼话，于是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泰勒的主动请缨。I was just trying to help. 可由于时间紧张，在望着男孩离去的背影，他最终还是决定放手一试。Okay, wait. Catch me. But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I'm in love with you. They try to pull me away, but they 就这样，他成功地成为了女孩的舞伴。然而，泰勒永远也不会想到，正是这样的决定将会彻底改变他往后的人生。而他本是贫民窟的一个叛逆少年，心中不仅空无梦想与抱负，甚至还常与狐朋狗友以搞破坏为乐。就连他在贵族学校当清洁工，也皆是由于他们在玩乐时不慎击碎了学校的玻璃，而他们非但没有逃跑，反而趁机溜进学校内，开启了一场肆无忌惮的破坏。然而这一次的胡作非为，却给他们带来了无法预料的后果。因为动静过大，他们还是不慎被保安发现，并当场拦截。而为了掩护朋友们逃离，泰勒独自顶下了全部的罪责。可手头拮据的他，却无法独自承担这巨额的赔偿费用。于是，在酌情思虑后，法官只好罚他在学校做满200个小时的清洁劳动，以抵偿破坏带来的损失。也因此阴差阳错的成为了安娜的舞伴。可校长却无法理解，为何安娜找了一个不良少年来充当舞伴。 This would be your risk. It's your senior piece. 但在安娜的坚持下，他还是同意了2人共舞的提议。只因在几天前，安娜的舞伴不慎扭伤了脚踝。Hey, maybe you could just find somebody else to rehearse with in the meantime. I should be back. I'm really sorry.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be okay. 于是她第一时间找到了男友求助，希望能充当自己的临时舞伴。可男友却以腾不出时间为由，拒绝了安娜的请求，这才迫使她不得不重新寻觅新的舞伴。而母亲也严肃地告诫过她，倘若这次毕业大赛未能脱颖而出，那么她便只得放弃钟爱的舞蹈梦想，转而去上一个普通的大学。可对于安娜来说，舞蹈绝非是闲暇时的消遣，而是她自幼怀揣的炽热梦想，亦是一种心灵间的寄托。于是她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这一次的舞蹈大赛中，只要能在大赛中脱颖而出，那么她便可以在毕业后从事自己最热爱的舞蹈事业。然而现实却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曲折，才第1天排练，泰勒就不合时宜地迟到了。不仅未穿早已嘱托好的舞蹈服，就连排练时也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随性懒散的态度，而这也让安娜无语至极。可习惯了自由散漫的泰勒，对这样中规中矩的舞蹈与训练模式几乎无法理解，甚至还有些许的排斥。而就在此时，安娜的男友忽然出现，可看到女友竟选了一位清洁工当舞伴时，男友的言语中却充满了嘲讽与不屑。Because we could discuss this outside if you like. Okay. Why do you think you're so tough? Why don't you test? Okay, stop. 还好安娜及时介入，2人这才没有将矛盾激化。而当大黑与小黑前来接他下班时，泰勒竟一时兴起，模仿起了学校的芭蕾舞姿。而与这些一板一眼的舞蹈相比，他还是更中意洒脱不羁的街舞。可就在他跳得尽兴时，这一幕却正好被安娜看在了眼里。那帅气阳光的大男孩和随性洒脱的舞姿，让安娜也不由得看得着迷。或许他真的是一个舞蹈方面的好苗子。于是第2天，安娜开始更用心地教泰勒跳舞。可跳着跳着，泰勒就开始嫌弃舞蹈动作实在太过呆板，跳起来几乎毫无乐趣可言。甚至在训练时也会突然自作主张地掺杂一些街舞元素，这让安娜几乎到了抓狂的边缘。然而时间总会在不经意间悄然改变着一切。随着2人日益频繁的见面，他们之间仿佛也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引力。当泰勒再次跳出滑稽搞笑的舞姿时，安娜也没有了最初的抵触与排斥，而泰勒也因安娜的坚持与热忱，激发了自我提升的动力。渐渐的，泰勒的舞姿有了极大的改进，就连2人间的配合也愈发的默契，并且他仿佛感到生活有了动力，人生也好似有了新的目标。于是当他在与兄弟们看球赛时，他也会开始劝解大黑，如果喜欢打篮球，或许可以去尝试参加比赛，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可听了这番话后，大黑却感到十分吃惊，甚至还有些恼怒。他认为像他们这种处于社会底层的草根，梦想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场遥不可及的奢望而已，他们早已习惯了得过且过的生活。So you are trying to do nothing? You quit everything you start and you know it. 而大黑的话语仿佛给了泰勒当头一棒，或许像他们这样的底层小人物真的没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于是至此以后，泰勒便默不作声的再次回归了他无所事事的生活。
而为了请兄弟们吃顿大餐，他甚至还萌生了继续到车换钱的想法。可这一次，小黑却提出想要亲自动手，体验一下不劳而获的乐趣。而大黑与泰勒听后，非但没有反对，反而还主动将工具递给他，并嘱咐他要小心谨慎。然而小黑才刚准备动手，就不慎触发了汽车警报，吓得他顿时手忙脚乱，落荒而逃。而泰勒和大黑却不以为意，反而还对此乐在其中。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的行为即将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另一边，毫不知情的安娜还在舞蹈室等待着泰勒的到来，可等待了许久，却始终未曾见到泰勒的身影。直到在舞蹈训练结束后，才意外发现了打扫卫生的他。Where were you when we were supposed to be rehearsing? Oh yeah, I don't think that whole rehearsal thing's gonna work out for me. What the hell does that mean? That means I'm out. 安娜不敢置信，泰勒竟连招呼都不打就独自退出，甚至对等待了一整天的自己也不曾有丝毫的抱歉之意，反而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而这也让安娜失望透顶。然而回到家后，母亲却再次提出希望她放弃舞蹈，从而去上大学。Well, you know what? Because the guy I've been rehearsing with for the showcase, he quit today. So basically, I'm screwed. You might get your dream after all. 然而糟糕的事情总是接踵而至，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男友竟为了自己的前途背叛了与自己搭档多年的伙伴，不仅独自霸占了共同创作的作品，竟还声称只要能成功，他可以放弃所有，甚至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这龌龊的手段却让安娜无法赞同，也深感唾弃。就这样，两人的缘分也走到了尽头。而另一边，首次尝试偷车失利的小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于是为了证明自己已然长大，当偶然瞥见一辆未锁的豪车停靠在路边，而车主却又匆匆步入了旁边的商店时，一个大胆的念头顿时在他的脑海油然而生。他竟趁着车主不在的空档，一头钻进了驾驶室内，并迅速的驾车扬长而去了。紧接着，他便急忙找到了泰勒和大黑，想要炫耀自己的成果。可当泰勒看到车子时，却一眼就发觉了不对劲。没曾想，小黑抢的竟是当地黑帮大佬的座驾。于是他们连忙呼喊小黑离开车子，可小黑才刚一下车，就已然被黑帮盯上了。随即便是一阵杂乱的枪响传来。就这样，小黑不慎中弹离开了人世。而这次的意外也仿佛晴天霹雳般，给泰勒和大黑的心灵带来了无法愈合的伤痛，亦给他们敲响了一记响亮的警钟。只是这代价实在太过惨重，重到令人窒息。而大黑也终于有所觉悟。 I know that. Stealing cars, messing around. You don't think I know that's a bunch of bull? I want to be better. I want to do better. 这一刻，泰勒也下定决心要告别过去不堪的自己，或许唯有内心的自我救赎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于是他鼓足勇气，再一次来到了安娜的面前，并为自己的荒唐行为表达了诚恳的歉意。可安娜却并不打算接受，即使是没有舞伴，她也不想与一个如此轻率且不负责任的人为伍。Oh, so are we gonna go back to doing this? No. 而看着安娜如此决绝，泰勒彻底陷入了恐慌。于是为了让安娜原谅自己，他答应安娜愿意无条件为她做任何事。 Anything? 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安娜竟让他穿上紧身裤与一众小女孩共舞，而这啼笑皆非的一幕让安娜也忍不住地展露了笑颜。还好他用自己的真挚与诚恳，最终得到了安娜的谅解。至此以后，他们会经常在一起排练舞蹈，而泰勒也一改往昔的散漫作风，不仅开始认真对待舞蹈，还会分享自己对舞蹈的独到见解。就连安娜的心扉也开始悄然敞开，不仅摒弃了曾经对街舞的成见，还欣然采纳了泰勒对舞蹈的提议，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他们的舞步不仅开始愈发的默契，就连彼此间的情谊也在不经意间悄然升温。于是这一次，他带泰勒来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一个从不曾告诉过他人的地方，并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舞蹈的想法全都告诉给了泰勒。 If I had enough dancers, I could have them all starting in unison, and then slowly breaking out in a cannon. 而泰勒也将安娜的话记在了心底，在柔和海风的轻抚下，温暖的阳光倾洒在两人的脸上。这一刻，两颗年轻的心不由自主地被这浪漫的氛围所感染，也开始情不自禁地在海边翩翩起舞。那海面的清风带动着摇曳的裙摆和轻盈而富有节奏的舞步，仿佛两颗相互吸引的星辰，舞动出了一段段浪漫的轨迹。而每一次的触碰都使两人不由得心跳加快，也传递着不言而喻的情愫。而让安娜更震惊的是，当她再次回到舞蹈室，却发现竟突然多了一大帮舞者。 How many did you say you needed? 没想到自己的随口一说，竟真的被泰勒记到了心里。就这样，原本两人的舞蹈被再次改编成了群舞，而更出乎意料的是，编排后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竟更胜从前。而两位核心舞者的默契互动，亦是让舞蹈锦上添花，就连路过的校长也不由得为之驻足，甚至还对舞蹈连连夸赞。而他更没想到的是，泰勒竟会有如此大的改变。 Actually, a lot of this is Tyler. You studied ballet? He's actually pretty good. He could be a student here.
校长离开后，泰勒也陷入了沉思，他似乎也开始思索起自己未来的方向。于是，在训练结束后，他再次找到了校长。I don't know, finish out my school year here. 可校长听后却说，这里的学生之所以看起来光彩夺目，不仅是因为家庭条件的差异，更在于背后默默付出的汗水与泪水，以及极强的自律。因此，校长承诺，如若泰勒在毕业舞会上表现出色，那么他便破格让他免费入学。而得知这个消息的安娜也为泰勒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他们一起跳舞庆祝。而泰勒也震惊地发现，安娜竟也有如此随性洒脱的一面，好似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在这一刹那间，仿佛感受到了彼此间的同频共振。而随着义舞结束，泰勒也首次向安娜吐露了自己的心声。Y'all know exactly what you want. Look, it's for me, it's just better not to want anything. The way if it goes away or, it just doesn't matter. But you want something now, right? What I want now that I didn't used to. 在这个夜色撩人的时刻，两颗孤独的心终于成功地走到了一起。至此以后，只要有他们出现的地方，仿佛连微风中都携带着糖霜，就连那枯燥乏味的排练也仿佛平添了一丝乐趣。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突然的一天，泰勒如往常般来到舞蹈室排练时，却无意间发现安娜之前的舞伴竟突然伤好回归。Are you back? Yeah, feeling a lot better. Thanks for filling in for me, man. Can you give us a sec? Sure. I didn't think he was coming back. He hasn't even been here. Where does that leave 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re really just gonna turn your back on me? Andrew is a student here. He's a senior. 而面对如此难堪的处境，泰勒只好选择了主动退出。就这样，他再次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不久后的一天，安娜的舞伴因动作难度太大而导致旧伤复发，这也使安娜再一次陷入了困境。You and I both know I can't pull this routine off. 尽管他无数次的想要联系泰勒，可却怎么样也联系不上。而就当他准备放弃舞蹈梦时，母亲却告诉他 I never expected that dancing would still bring you such joy after all these years. Seeing you up there on the stage, so happy, it used to make me happy. Excited to see you dance in your showcase. 母亲的突然转变与鼓励，让安娜再次获得了坚持下去的勇气。于是，她开始全身心地沉浸在了自己的舞蹈世界里，并不分昼夜的一遍又一遍练习。她不希望未来的自己因为曾经的懒惰而留下一丝丝的遗憾。而时光飞逝，转眼间，全国大赛的帷幕即将拉开，可没有舞伴的安娜还是感到了莫名的不安与慌张。然而，就在她忐忑不安之时，泰勒却悄然出现在了眼前。原来在几分钟前，他才得知安娜的舞伴早已弃赛，于是第一时间便朝着舞蹈大赛狂奔而来。可当他再次向安娜道歉后，安娜却说 I can't. It's too late. 眼看无法挽回，泰勒只好无奈地选择离开。可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他又想起了两人首次见面的场景，也再一次地叫住了泰勒。 Tyler! Do you remember the steps? Couldn't forget him even if I wanted to. 就这样，随着帷幕的缓缓拉开，安娜出现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之上。I see you, give it to me, stop playing. I see you, give it to me, stop playing. Get it going. Let's woo! Yeah, let's get it going now. Yeah. A little louder now. Come on. Yeah. Let's get it popping now. Yeah. Come on. Let's go. Stop playing. I see you. Give it to me. Stop playing. I see you. Give it to me. Stop playing. I see you. Stop
他们的表演如同烈火燎原，每一个动作仿佛都在释放着澎湃且炽热的情感，而这也让母亲与大黑都不由得为之震撼。随着一舞结束，观众的掌声更是此起彼伏，而安娜也如愿地获得了舞蹈职位，就连泰勒也在校长的邀请下免费进入了贵族大学。而人生仿佛一个巨大的舞台，只要敢于改变现状，勇于追寻自己的梦想，或许我们也可以舞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绚烂篇章。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勇于追寻梦想的勇气，也能将心中所想化作现实中的奇迹。